1998年4月15日凌晨深夜，偏远的柬泰西北边境山区的一间简陋木板房里，72岁的波尔布特辗转难眠。作为一名美国之音的忠实听众，他在白天刚刚得知自己不久后将被送往国际法庭接受审判。这个曾经让数百万柬埔寨人闻风丧胆的杀人狂魔，此时已经沦为了阶下囚。在被红色高棉军官塔莫克逮捕软禁之前，他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风湿，曾于1995年经历了一次使他半边身体瘫痪的中风。前段时间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他面露难色，一脸憔悴地表示自己正病痛缠身，连脚趾头都快要烂光了，试图以此来博取外界的同情和救助。但是波尔布特并没有等来外界对他的救助，等来的却是自己马上就要被交给政府，送往国际法庭接受审判的消息。第二天一早，波尔布特被人发现在木屋的床上没了呼吸。逮捕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将军塔莫克宣称其死于心脏衰竭。因为波尔布特是在将要被转移前夕死亡的，所以有人怀疑其是死于自杀或者是谋杀。但不管怎样，他的死亡意味着那个恐怖的红色高棉彻底的消亡。波尔布特生前没有留下什么贵重的财产，他本人确实也比较清贫。在红色高棉的这些年，他似乎真的是靠着自己的共产信念坚持下来的。在最后一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被问到统治柬埔寨期间发生的大屠杀时，他坚称那并不是屠杀，而是自己在同敌人战斗。他的确有自己的一套最纯正的红色革命理论，他创造出来的红色共产乌托邦也被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北京中南海里那个独裁政治老人所称道。那么一个自认并被誉为国家领袖、民族英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怎样走上这条给本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成为旷世罪人又自取灭亡之路？他与遥远的北京中南海里的那位独裁政治老人有些怎样的渊源？他生命最后的日子又是怎么度过的？欢迎打开 Zero 档案，感谢您的订阅支持。下面将为您讲述红色高棉独裁大魔王波尔布特走向末日的故事。人们或许很难把一个杀人屠夫与佛教徒联系起来，但波尔布特确实在9岁的时候就曾出家当和尚，一直到12岁才还俗。而那时的波尔布特还叫沙罗特少，波尔布特这个名字是他在1975年4月红色高棉执政后才使用的。沙罗特少出生于庞统省波列斯布村的一个富农家庭，他的一个堂姐是柬埔寨的王妃。说起来，沙罗特少还是柬埔寨王国的国舅爷。1949年24岁的沙罗特少拿到了公派法国留学的名额，而来到法国后的沙罗特少在这里接触到了将会影响他一生的东西——共产主义。沙罗特少与英萨利两人于1951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此期间，沙罗特少阅读了很多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他最认同的是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认为他们的理念最适用于柬埔寨现状。除此之外，在他的观念里形成了对平均主义共产社会的乌托邦式的理想。而后，沙罗特少中断了自己的学业，带着自己的共产乌托邦理想回国了。那时没有人会知道他的乌托邦理想将会在此后成为柬埔寨人民沉重的灾难。在距离柬埔寨几千公里之外的北京中南海里，有一个叫毛泽东的独裁老人正在密切地关注着中南半岛的局势，他将在这里大力输出共产革命，而像沙罗特少这样的共产新人成了他的培养对象。沙罗特少曾进入中国南部，在那里接受了中共开设的军政速成班的培训。沙罗特少在1963年召开的柬埔寨工人党2大上当选为总书记。这个当年出过家的小和尚正在一步步接近自己的共产乌托邦理想。自从西哈努克上台后，由于忌惮马列主义革命者对自己统治的威胁，于是加大了打击社会主义者的力度。在寻求北越的援助失败后，沙罗特少意识到越南劳动党的理念是建立印度支那联邦，与自己希望在柬埔寨建成独立共产国的目标并不一致。于是他又辗转来到北京寻找中共的帮助。1965年，
狂热的毛派分子沙罗特绍在中国朝圣3个月后，接受了张春桥等人给他灌输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和阶级斗争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由此受到很大启发。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建立革命根据地。1968年1月，柬共正式成立柬埔寨革命军，推行武装夺取政权计划。这一年，沙罗特绍再次访华，他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当时柬共中央军区仅有4个警卫战士，到69年底也只有3000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8万人武装力量。这种脱胎换骨的转变得益于中共的扶持。据1972年秘密潜入柬埔寨根据地的法国学者萨隆索恩披露，柬共军队配备的武器是清一色的中国产 AK-47冲锋枪。1970年朗诺政变发生后，西哈努克流亡北京，在中共的周旋下，西哈努克与柬共结成同盟，致力于推翻朗诺政权，并声称要解放金边。1974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西哈努克和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英萨利，谈到了柬埔寨解放后的政权建设问题，并且对红色高棉的方针表示赞成。在中共这个强大后援的加持下，红色高棉最终于1975年4月攻下了柬埔寨首都金边。而这时的沙罗特绍也改名为波尔布特。攻下金边后，波尔布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奔赴北京面见毛泽东，这是波尔布特第一次被他的偶像毛泽东接见和真正认可。他当着毛的面说道：“我从年轻时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引了我们全党。”此时，已经年老体衰的毛泽东看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波尔布特，眼神渐渐闪烁了起来。在他的心中又燃起了自己当年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他认为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来完成他未完成的理想的。毛给予了波尔布特高度的肯定，毛对他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毛又对波尔布特讲：“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道路有2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波尔布特回应道：“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我从年轻时起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有关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导了我们全党。”而与毛泽东相反的是，当时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接见了波尔布特后，一再提醒他不要期望通过一场大跃进就能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不要重走中国的老路。显然，对于周恩来的劝告，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波尔布特当然是听不进去的。早在没有获取柬埔寨政权之前，波尔布特就开始在红色高棉的控制区里打造自己理想中的共产乌托邦。他在控制区内实行新的纪律，占族等少数民族被迫改穿柬埔寨服装，同时进行土地改革，宣传农民平等，没收所有私人交通工具。他下令对前政府官员以及任何受过教育的人进行一系列清洗，并在其控制区建立一套新的监狱体系。红色高棉还同时制定了将城市居民强制疏散到农村的政策。波尔布特认为城市是反复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他要消灭城市，建立一个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除了疏散人口到农村，他还停止货币流通，并逐步将其淘汰。他要让柬埔寨人民过上真正按需分配的生活。在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后，整个柬埔寨就正式成为了波尔布特的共产主义试验场。掌权后1周之内就取消货币，并且把200多万的城市居民全部赶到农村去，把财产所有者、商人、知识分子通通清除，以此来消灭阶级差异和城乡差别。被红色高棉占领前，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
一夜之间成了无居民的鬼城。昔日商铺里的家具、冰箱、电视、汽车等生活用品都被当作革命的对象，全部烧掉砸毁，就连黄金白银、美金钞票，他们在红色高棉的统治下都成了粪土，失去价值。他还真正做到了取消家庭，不允许自由组织家庭，婚姻有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知识就是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波尔布特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实施了彻底的集体化，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远在中南海的那位独裁政治老人都没有达到过如此彻底的共产社会改造。当然，所有这些政策都是伴随着极其残忍的血腥镇压而完成的。波尔布特深信，正如20世纪的共产革命圣地的荣耀先后由苏联和中国享有一样，在21世纪，革命圣火将由红色高棉擎起，柬埔寨将成为人类的中心，而他自己则将超越其先驱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成为共产世界最高的通天教主。红色高棉的种族灭绝政策是从把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开始的。红色高棉的头目们宣称，疏散是为了防止美帝国主义的飞机轰炸。这种疏散使得当时全国1半的人口都在路途上逃难，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这一疏散逃亡过程中，由于根本没有食品与医药供应，因而哀鸿遍野，尸横满地。绝望的人们或哀嚎哭泣，或无语对天。城市人口大量迁移到农村，给乡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和骚动，特别是资源不足的地区尤为严重，并且把人口分裂成了2大对立人群。当局挑动利用当地民众对资本帝国主义的奴仆的城里人进行了残酷斗争。在全国多个点，不计其数的女性以不服从管束、安排集体婚姻为由，被惨无人道地进行了集体强奸、杀害。活着的人每天都要接受思想改造，城里的市民学习怎么样干农活，稍有懈怠就会被怀疑为阶级异己分子，受到整肃。回教徒则必须吃猪肉以证明自己脱离信仰，反抗者格杀勿论。后来甚至荒唐到认为，人一天吃3顿饭都是多余的，吃2顿就够。如果体弱偷懒，挨不住饿偷捕鱼虾或摘果子吃，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在波摩1975至1979年的统治期间，每隔2-3个月就来一次清洗，一清洗就是2-3个月。他以消灭帝国主义走狗、越南特务等等名义，用强迫劳动、大饥饿、瘟疫、严刑拷打，到最后处决枪毙的形式，杀害了至少150万柬埔寨人，并几乎杀光了这个国家的所有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技术工人。而对于这一切，波尔布特则认为自己是在清理党内的病菌，这样做是为了打造一个真正纯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他成功了，清洗后的柬埔寨真正做到了人人平等的平均社会主义，人人都变得很贫穷。柬埔寨共党的首领，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这位毛泽东的亲传弟子，他把毛泽东无法在中国这一大国实践的梦想，用于小国柬埔寨做实验，企图一蹴而就，实施突击式的社会改造，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天堂，结果造成了20世纪骇人听闻的共产大惨案。对于像柬埔寨这样一个人口仅800万的小国，这一罪行是种族灭绝式的，在历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它实际上已成为20世纪中共产主义运动的类似纳粹奥斯威辛式的反人类事件。而对于这样的结果，1976年起，中共派出的张春桥、邓颖超、陈永贵等人还亲自访问柬埔寨，进行了指导，并表示肯定，即使在此大屠杀期间，有20几万华人也遭到清洗。就在波尔布特在承诺会让他的人民过上一天吃2顿干的一顿稀的和至少一个水果的好日子时，1979年1月，另一个共产国家越南入侵柬埔寨，并推翻了以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政权，扶植起了一个侵略的共产政权，终结了波尔布特的灭绝人性的政策。于是波尔布特带着他的共产乌托邦理想，被赶到了柬埔寨西北部与泰国交界的边境丛林里。
在这里，红色高棉分成了2个基地，拜林基地和安龙汶基地。其中，安龙汶基地则由波尔布特与塔默克和宋城驻守，兵力仅有2000人；拜林基地由波尔布特最信任的战友英策利和农谢、乔森潘等人在此驻扎8000兵力。英策利当年与波尔布特一起前往法国留学，两人不仅在曾经的抗法抗美和夺取全国政权的几十年时间里并肩作战，而且还有联金关系。他们曾经在阅兵主席台上一起君临天下。但随着局势的变化发展，波尔布特与英策利最终演变成敌人，几乎兵戎相见。1989年9月26日，越南从柬埔寨撤出最后一批军队。次年9月，洪森政权与包括洪高棉在内的抗越3派成立柬埔寨最高委员会。1992年2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成立联检权力机构，维和部队进驻柬埔寨。洪高棉与另2派抗越组织和洪森政权签署和平协议，但在执行第2阶段停火协议的裁减军队、成立政党、准备大选时，洪高棉出尔反尔，拒绝合作。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英萨利力排众议，提出要遵守协议，以免失信于国际，又错过重返政坛的时机。英萨利的发言遭到波尔布特等人的严厉批评，指他丧失立场，交出军队等于交出生命。农谢、乔森潘和宋城也先后批评英萨利，英萨利因此失势。就在波尔布特还在安龙汶基地坚持着贫苦的共产乌托邦时，拜林基地的英萨利已经带领着他的部下过上了小资生活。英萨利驻守的拜林和马来山区拥有丰富的宝石和森林珍贵木材，在与泰国的贸易中，年收入达1000多万美元，是洪高棉重要的经济来源。波尔布特原来答应英萨利的建议，在向泰国开放宝石产地和开发森林之外，允许他的军人适当与泰国人做小生意，以安抚军人。英萨利在其统治拜林时，将其从泰国的贸易部分收益让利于人民。拜林地区8万人民过着比金边洪森政权统治下大部分人民的生活好得多，以至于1994年联合国官员到拜林视察时大为惊讶。他对部下和士兵也关怀备至，尽管之前金边电台日夜向洪高棉士兵策反，但拜林士兵不动如山。后来发现英萨利的军官从事走私的规模越来越大，波尔布特便发布禁止军人从商的命令，还要求他们把过去所得归公，这样就得罪了拜林基地的军官，也加剧与英萨利的矛盾。1996年，波尔布特发现英萨利对他的命令公然违抗，便命令塔默克和宋城率领一个师前去讨伐。英萨利此时准备与波尔布特决裂，便派出2个师前去应战。塔默克与宋城的军队在半路闻风落荒而逃。波尔布特随即通过安龙汶基地的广播电台宣布英萨利为最可耻的人民叛徒，最终导致英萨利向金边的洪森政权投诚。洪森开出优厚条件，不救既往，只换军服，继续管理拜林，继续掌控军队，保留原有官阶。英萨利的儿子英武担任柬泰边境军事指挥官等等。洪森这样做是为了在安龙汶掀起投诚浪潮，兵不血刃彻底瓦解洪高棉。1996年8月9日，英萨利正式投诚洪森，同时投诚的还有洪高棉的一众高级干部。英萨利带走的不仅是洪高棉80%的军队、90%的财富，还让洪高棉损失了50%的领地。英萨利的出走犹如波尔布特断了一臂，但接下来宋城的叛逃计划便要了波摩的命。金边3派按照原计划裁减军队，交出武器，准备大选。1993年5月23日，全国举行首次大选。安龙汶洪高棉基地军心浮动。早在大选前，宋城在洪高棉高层讨论会议上提出，为了民族和解、诚信和国际形象，必须加入联合政府，不可再次错过机会。他的主张与之前的英萨利一致，因而也遭到波尔布特联合其他人的严厉批评。宋城曾出席过众多国际会议，他知道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在呼吁红色高棉放下武器，走出丛林，参加大选。他也清楚红高棉在国际上和本国人民心中的恶名。
未来要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是绝不可能的。但波尔布特从来都是不甘心的，他依然坚持要打造自己心中的共产乌托邦。宋城被排挤后不久，其任红高棉师长的弟弟率兵500投降金边政府，成为英萨利叛变以来另一重大事件。波尔布特加强了对宋城的暗中监视。1997年6月9日，宋城的妻子云雅被发现与金边方面的联络电邮，消息被报告给波尔布特。波摩清楚地知道，宋城若投敌，等于把红高棉彻底瓦解。当天夜里，波摩派了一位师长佩戴手枪去催促宋城夫妇去开会。师长见两人唯唯诺诺，站在窗口下裹足不前，随即拔出手枪对准宋城头部开出一枪，接着他的妻子与熟睡的6个孩子都倒在了血泊中。波摩随即向与会者宣布宋城夫妇的罪状，声称胜利挫败了一起叛变阴谋。众人鸦雀无声。塔默克站起来，拍了一下桌子，走出会场。会场气氛紧张。波尔布特宣布散会。第二天一早，波摩下令军人把宋城一家8口的尸体搬到屋外，用大卡车来回碾压。宋城一家8口被波摩杀害后，引起了其他领导人和宋城部下对波的强烈不满和恐惧。4天后的6月13日清晨，宋城部下的师长等人鸣枪发泄情绪。波尔布特命令塔默克前去了解并镇压，但同样杀人无数的塔默克也看不下去波摩的所作所为，他拒不执行，还加入该师长的抗议行动，并趁机发动1500名士兵声讨波尔布特。波摩的末日到了。声讨波尔布特的消息传来，此时波摩正躺在床上，因长期心脏病及体弱，由卫生员输液。闻讯后，仓促带了附近200士兵、医护人员和亲信，还挟持乔森潘、广播电台台长马本、前驻中国大使姜玉郎等作为人质向泰境逃跑。第二天，塔默克率兵1000前往追捕。塔默克一行人来到波氏的住所，赶到现场，大门早已洞开，屋里一片狼藉。塔默克细心搜索，也没发现值钱或重要物品。最显眼的是几本大书散落在地面。是当年毛泽东亲自送给波尔布特的马恩列斯著作和简文版《毛泽东选集》，一本大型相册，大多是波几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各领导人亲切握手和波在各地农村视察、开会的相片。波尔布特一行于深夜抵达一个早已废弃的高棉古庙休息。凌晨起来，望着路边抱着枪支的士兵在寒风中发抖，悲从中来，清点人数，发现跑了50个士兵，不禁老泪纵横。大家匆忙吃早餐时，波尔布特问塔默克在后面追来了，你们有何良策？竟无意发言。走了一天，又跑了30多人。波再问，达莫快将追到，有谁肯跟着我到最后？只有一个卫兵走近，他说，我愿与首长共生死。塔默克率兵追上来了，波的士兵且战且走，又死了数十人。波尔布特此时也已精疲力竭，心脏反复作痛，双膝更阵阵刺痛，老眼昏花，一片模糊。前面有泰国边境的卫兵，后面是讨伐自己的追兵。波尔布特迷茫了，此时的他粮食已尽，身体极度虚弱，精神崩溃，稀落的白发下憔悴的脸，坐在地上呻吟流泪。或许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个场景，他才会想起当初在1975年4月17日红高棉占领全国后，他把各大城市居民用暴力驱赶出来，几百万人民，其中有不少病老残弱，在烈日曝晒、风雨飘摇的路上痛苦挣扎、呻吟呼嚎的情景。这些事情如今一件一件在他身上发生。波尔布特在泰境扁担山脉山林中坐在地上，面对持枪把他团团围住的塔默克士兵，举手投降。19日，他和仅存的15人被押回安龙汶基地。1周后，安龙汶红高棉电台恢复广播，声称逮捕波尔布特，并从此与过去切割，不再是红色高棉，改称柬埔寨民族团结党。塔默克和农谢、乔森潘等商量后，通知泰方并联系西方记者，动员安龙汶3000多民众于29日一起旁听在其基地召开对波尔布特的公审大会。作为被告人，波尔布特跟随他的师长、卫兵和贴身警卫等4个人身着农民服装，
脖上围着水布，神情呆滞，一言不发接受审判。法官宣布波尔布特就宋城事件构成3罪，未经审问用私刑杀害2位重要领导人，杀害6个无辜小孩，人死了还用卡车碾压，手段极其残酷。最后，波士被判处无期徒刑。会上，塔默克、乔森潘等还宣布波士在解放全国后的其他罪行。他们希望通过审判向外界传达红高棉从此与过去彻底划分界限，以全新面孔出现。1998年4月15日，还差1个月04天就满73岁的波尔布特在黑夜中因心脏病死去。波尔布特毕竟是红高棉的首脑，国际瞩目的人物，他的死必要拍照作证。第2天清晨，红高棉通知泰方，并要求泰国法医前来验尸鉴定。波士的最后一幕是躺卧在木榻上，鼻孔塞了棉花，身边只有一把生前使用的蒲扇。到了第3天，波摩已经发臭，才被监视他的士兵拉到一处荒野，用车轮胎、树枝和他日常用的藤椅、蒲扇一起火化。当时现场并没有其他人，他的妻儿在1天前已经前往泰国。经过数天风吹日晒，波尔布特部分骨灰飘散在附近荒地草丛中。后来才有好心的村民前来收拾，在近处将黑色的火化物和泥土混合堆成一个小种状，再在上面搭建小棚盖，周围钉上木桩，放置小香炉，并依照佛教风俗在前方搭2个供人上香的小祭亭。这位曾经是佛教徒，后来又痴迷于共产主义的大魔王，最终还是在佛友们的帮助超度下得到了安息。波尔布特，这位毛泽东的亲传弟子，他所做一切是让毛都感到非常羡慕。波摩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他那位在中南海的师傅，但最后他还是带着他永远不能实现的共产乌托邦理想一起进了坟墓。从他清贫的生活作风来看，或许他是真的为了实现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想带人们进入乌托邦，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让无数人陷入了红色炼狱。曾经的佛教徒波尔布特是怎么走上祸国殃民，自己也落得个悲惨下场的呢？后来他当年那个同样被他的共产主义改造过的大哥这样说：我弟弟本来不是这样的，小时他对我这个大哥也是尊敬的。或许他是中了什么邪吧。无论如何，波尔布特带着他失败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与几百万条人命一起走进了历史，留下的只有遗臭万年的骂名。